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她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成熟了，我现在很珍惜这份感情。以前我们都还小，爱的不管不顾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该为以后做打算了。她现在很忙于事业，我们俩现在虽然人在一块，但是我感觉心不在一块。我每次跟她提起这些事情，她就跟我说分手我现在觉得很无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他们的对话当中，你会发现，两个人都给了一个关键词，这个词叫以前。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今天翻不过去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嘉宾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5岁，来自江西，是一名文员；女嘉宾小朱22岁，同样来自江西，是一名舞蹈演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既然老师在小片里提及以前，咱们就从以前开始。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当时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当时去一个学校玩嘛，然后当时那个朋友也认识他，第一眼见他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，而且挺单纯的，然后我就当时对他一见钟情。他追我的时候，当时我是没有同意的，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第一眼看过去，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特别吊儿郎当，但是就是他那个朋友嘛，也是我一个小姐妹，就一直帮他说好话，然后后背我才同意他的，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才刚刚3个月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 QQ 上面就开始疯狂的加别的陌生的女孩子，就不认识的那些女孩子，跟别人聊的特别嗨，聊一些什么亲爱的你在干嘛呀，吃饭了没有啊，想不想我之类的，就当时我就特别生气。我承认我之前的做的事情是对你伤害很大，而且我当时是不成熟很幼稚，但是我那些事情我都跟你道过歉了，而且我都改了呀。当时是在什么时候？当时是在2013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是很疯狂的跟其他的异性聊天是吗？对。当时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谈了一个前女友嘛，然后她当时也是跟我身边的朋友搞暧昧，也伤到了我。我当时也不是什么很懂事那种，很懂感情那种。然后当时我认为她这样做，我就可以这样做。哦，你的前女友是这样的。对。然后你跟前女友分手之后是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她有那么花里胡哨吗？他没有那你干嘛那样？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嘛，然后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嘛，之前有做过就是跟其他男的搞暧昧的那种来气我。但是那是在他之后，因为他从小家里就是父母离异的比较早，他自己也没有生活费的来源，然后我父母给我的生活费我一般都会省下来给他用，他却拿着我省给他的生活费去给别的女孩子买零食吃。那我现在不都把我所有的钱包括银行卡什么都给你保管了吗？可是那你在那之后呢？你在那之后，你就开始就不是找别的女孩子了，你就是直接找我身边的女孩子了。我身边的姐妹稍微长得好看一点的、漂亮一点的，你有哪个没有追过她们？那当时我都已经跟你道过歉了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。那都是以前的事，可那些事都在我心里面都有坎，你觉得我能过得去吗？我插一句嘴啊，你的那些姐妹们知道他是你男朋友吗？知道，是他主动缠着人家的，就缠着人家一直都不放。但是我那些姐妹就知道他是我男朋友，就一直都不肯答应。但是他就一直缠着别人，就说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就这些消息，我当时就看得特别生气，都是我朋友给我看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跟他分手啊，孩子？当时是分了呀，但是分了之后他又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，求我和好。当时我也心里确实还有他，所以我一心软，我就跟他和好了。你们是分过手的是吧？对，后来又和好了，分过2次啊。对，当时是因为去杭州的事情嘛，那当时杭州我那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。我当时在那个网上找了一个女孩子，长得有点像我前女友，然后当时我对我那个前女友的感情还没完全放下。然后当时她长得像我前女友，而且性格呀都挺像我前女友的。你怎么不说说你当时对我做了什么事儿？主持人当时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当时他在 QQ 上面找到一个女孩子，可能就觉得那女孩子跟他前女友长得特别像，他就一直跟人家聊，吃饭都一直拿着手机在手上看，我就觉得中间一定有蹊跷，所以我就趁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把手机拿过来一看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以他女朋友的身份告诉那女孩子，我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说让你放自重一点，不要那样子插足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他一出来就看到我跟他发消息玩他的手机，他特别生气，就直接当着餐馆里面所有人面骂我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那我当时也是因为太冲动了，而且脑门一热，你又不知道我对我前女友那个感情还没完全放下，我当时也跟你道了歉啊，我很真正的跟你赔礼道歉了呀。当时分手了吗？
分了，这等于是第2次分手是吧？对，哦，就当时他是在餐厅的时候，当时所有餐厅里面的人面说的很大的声音，说我要跟你这个不要脸的分手。我当时就站在那里，我就跟傻子一样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然后后背当时就因为这个事，然后他还就真的去杭州找那女孩子，带了一大把钞票去找那女孩子，我就特别难过，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酒吧喝酒，喝得烂醉，喝得我胃出血都还发高烧，他都没有打电话关心过我或者什么，他明明就知道这个事儿。然后当时他在杭州钱花光了，没钱买车票回来了，他就当时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想问我借钱，没钱的时候就想到我，有钱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。你借他了吗？我没借。哦。那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我当时是想着说重新开始，我就想说就当做我不认识这个男的了。可是他回来之后，他就通过我朋友就联系到我在哪里，然后他就过来找我，然后后背他找我之后我就躲开他，我就跑回去了。然后跑回去之后，他就那天晚上他就买了很多酒，就我们当地有一条湖嘛，就到那湖旁边还有他一个兄弟，然后当时他就一直在那喝，一直在那喝，然后他兄弟就看着拦不住他，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，我就挺担心他的，我就跑过去。结果他做什么事儿？他一看到我就直接往湖里面跳。要不是他朋友扯住了他真的已经跳下去了。其实我估计他不会跳的，因为他跳湖就是等你来，是吧？对，当时我设计好的是吧？对，因为当时、还对，哈。当时我是做错了吗？我从杭州回来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他是真的对我好的。我想找他出来聊一聊，当时我叫出来他也不出来，然后没办法，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已经设计好了这个圈套，然后把他叫过来了以后，然后就跟他说嘛，然后就和好了。心计很深呐，还是个圈套啊！你在杭州发生了什么，让你觉得还是这个女生好？因为我在杭州那个女孩子，她当时就是只是为了我的钱，她的想法就是说，把我身上钱用完了，然后她就直接走掉，也不管我那种。哦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感情稳定吗？后背就因为那个事儿之后，我们就和好了，就好了稍微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他就挺过分的，他就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不是他这过分是指他还那么花心，没有还那么飘逸不定吗？没有，就当时因为发生这个事情之后，他回来找我和好之后，我不就是也跟别的男孩子故意气他的那种嘛。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悔改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做这种事儿，我就真心对他好。然后没多久我就毕业了，我出来工作了之后，他就是什么事都管着我，一天20-30个电话打给我，他都不嫌烦的。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让我感觉你之前报复我的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呀。我现在怎么就报复你了呀？我现在不就是想好好工作吗？你明明就知道当时大年30那天，我因为你的事儿，我被我父母赶出来，我就一个人在外面，我要不靠我自己，我能靠谁呀？那我当时不因为你，我也跟我父母闹掰了吗？你们两家父母怎么了？当时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他妈妈就觉得我家条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，然后他就不想要我跟他在一起，就反对。然后后背就直接他妈妈就做了很过分的事儿，打电话给我父母说我妈是狐狸精，生了我这个小狐狸精，还骂我爸说我爸不要脸，把我们全家人都骂得特别惨的那种。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我就当时就想跟他分，但是结果后背他就是因为这个事他也跟他父母闹掰了，所以我就觉得算了，我就说这个事就算了。但是可是在那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变本加厉，就是什么事都管着我，然后我出去接活动啊什么的，有时候晚点下班，他就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，都搞得我特别没有面子。那你就不可以因为我找一份白天的工作吗？我每天上行政班，而你每天晚上那么晚上班，凌晨下班，那我肯定会担心你啊。那你怎么不想想，我当时为了这份工作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啊？你明明就知道我以前被车撞过，我脚本来跳舞就跳的已经不是很稳了，这家公司好不容易我才进去的，你说要我放弃，我就要我放弃的，你怎么不顾虑我的感受啊？我就是喜欢跳舞啊，你也知道我以后想要开一个自己的舞蹈房，我肯定就是想跳舞啊，而且这跳舞的工作工资也挺高的，也挺稳定的，我就是想要这份工作呀。想开舞蹈房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共同努力，跟你一起开啊。是因为你觉得你们俩时间老是错位的，对，影响了你们的恋情，对，还是你害怕他工作久了他跑了？两个都怕。更怕哪个？更怕第二个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哈，就是一个男生同事，然后他看我挺晚的，然后打车也不方便，就他也跟我住在一条路上，他就说送我回去，然后结果他就过来，一看到那男孩子送我，跟他也没有干嘛，都保持了很远的距离，他一上来就把人家男的就差点想打人家了。那你当时你那么晚下班，我都说了我去接你，你不要我去接你，当时我肯定就想那边肯定有什么事情，我骑个车过去，我就看到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。问题是我跟他做了什么吗？那你说这个，那之前吃火锅的事儿呢？
人家活动方看的大冷天的时候，5队穿的短衣短裤在外面跳舞也挺冷的，就说活动完了之后请我们一起去吃火锅，然后顺便就跟我们谈一下，就说以后就他所有的活动都用我们这一支5队，就跟我们谈这个事儿。然后我这才刚刚坐下，你就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我跟你好好解释，我告诉你跟人家活动方在吃火锅，结果刚挂下还没几久，你又打，接着紧打，而且 QQ 消息一直发不停的，你知道人家怎么看我吗？我这还没结婚就落个夫管严呀！我当时还不就是因为担心你，当时都凌晨1、2点了，你说你们2个女孩子碰了一些坏人怎么办？他现在就是老是以忙工作的借口，然后对我爱答不理，躲着我。我每次一跟他提这个事情，他就跟我说分手。我现在来到这里，我就想让他为我把那个上班时间给改变一下，改变成正常的工作时间。我就是想要他以后都支持一下我，不要老是管着我。我觉得他这样一直管着我挺烦的，而且就特让我在外面没有面子。好。我能核实几件事儿吗？姑娘，你确定的说，其实在出了杭州事件之后，到现在这小子是对你专情的吗？我能确定他现在对我是专情。现在是真的定下心来了，就他了是吧？对，我现在以我最大努力在弥补他以前对他的伤害。好，姑娘，你心里有他吗？有，没有的话不可能在他对我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儿，我都还原谅他。我就是想要好好工作因为我想证明给双方父母看，告诉他们我们俩自己靠自己也是行的。双方父母心里还有疙瘩呢。对，好，大致已经听明白了，老师们会怎么看？我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。可能以我的看法跟你自己内心想的不一样，我总认为在这段爱情当中，你的眼光太不好了。如果我们把你的爱情比喻成你要去买一个包包，你觉得这包真好，太棒了，你特别想买，但是你买不起，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在不停地攒钱，终于有一天你攒够了钱能够买到这个包包，结果买来一看呀，次货，做工也不好，质量也不好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后来觉得说算了吧，我凑合着用吧。但是这个包其实它既不够精致又不能装货，所以你现在越发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使用。你凑合着用并不好用，有些时候不如放弃了，重新选一个。再花大价钱，再花1年、2年、3年的时间，它也不一定真正适合你。同样对于男孩来讲也是一样的。种树挖坑，你花了多长时间去挖一个坑？今天你不种这棵树了，你也得同样花多长时间去填这个坑。每个人在爱情当中对别人犯的一些错误，造成的一些伤害，不是你今天说一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我愿意浪子回头，就真的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情。好了1年多，你可真没对姑娘用心过。你所谓的用心是管束。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的女朋友，那你可以在那个火锅店门口等着她呀，真的陪她也行，你也没有。所以你们2个前2年你在这个地方玩暧昧，然后去伤害她，后2年她也通过一些所谓的暧昧，也没有去珍惜你的感情。你们2个玩了3年多，你们玩的不是别人，玩的是自己的感情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想爱自己的话，在爱情当中很难获得真正的爱人。浪子回头了吗？没看出来，非但没看出来，我反而还觉得浪子要变成主人了。你看你们之间的这个恋情啊，第一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追他，但至少你追他那会儿呢，并没有爱上他，心里还是有着前女友。你是急需找一个替补，而这个替补呢，就是他。你要能控制他。当你感觉到控制他之后，你就开始放荡，你就开始跟他周围的朋友玩暧昧了。因为你其实你是想报复你的前女友，而你呢，女孩，我也没看出你多爱他来。他玩暧昧，你也跟着玩，而且他无数次的离开你、背叛你2次吧，你都原谅了。你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是这么的爱你，所以我才能原谅你。我却认为不然，我是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爱他，所以他既然去玩暧昧了，你也要玩，你们2个都是自私的人。你如果但凡有一点爱他的话，第一，你不可能这么去占有他、控制他，让他放弃工作，那是他喜爱的工作。第二，你不可能不尊重他的父母。第三，你不可能不尊重他周围的朋友。所以谈什么爱呢？你回来仅仅是说，因为你在外面受挫了，回来你要体现自己的价值。女孩呢，你其实可能就急需在周围的朋友面前、自己的父母面前证明。
证明你没有选错。你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很幸福，认为你选择是对的，认为这么一个浪子都能因为你回头了。不要欺骗自己了，两位。既然彼此不相爱的话，何必拧巴呢？不要彼此的伤害了，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真正的爱的人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再去走自己的幸福的路，就这样。有一点我想不通，他既然之前是那么不在乎你的一个人，他现在这么在乎你，天天管着你，虽然有点烦，但你应该高兴。他多在乎你。我前段时间他这样管着我是挺开心的，但是他越管到后边他就越过分了，就是每天20-30个电话打给我，甚至他都不管我是不是在外面接活动，是不是在跟别人谈合作的事情，他都会一直打电话骚扰，然后就会弄得我就特别烦。啊，你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3年。你付出的多吗？我觉得我付出的挺多的。我觉得你付出的不算多。直到今天你们还能够站在台上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搞定你的成本太低了。我给你算一算啊，你原谅他的成本很低。据你刚才自己所说，你发现他跟你的其他姐妹之间有暧昧的时候，他非但没有道歉，没有任何的愧疚，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承认原谅错误，但是你原谅了他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他犯错的成本也很低。后来他到杭州去追另外一个女生，他背叛的成本也很低，因为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即便是你打电话让他回来，他也没有跟你有任何的愧疚，说我爱上了别的女生，而是头也不回，拔腿就走了。是，所以背叛你的成本也很低。后来他跟你复合的成本也很低，因为他回来之后就是用了一招假自杀的方式，你就原谅他。所以别人不可能会重视你，因为我不需要付出太多，我就可以想对你怎么样就对你怎么样，我要追你就追你，我要犯错就犯错，我要背叛就背叛，我想复合就复合。男生有没有浪子回头我不肯定，年轻人都会犯错，但我想跟男生说明一点的是，浪子回头不是说走着走着前面没路了我掉头，这叫浪子回头。也不是说我走着走着觉得还是这条路好走一点，所以我再来走这条路，这就叫浪子回头。更何况你即便浪子回头了，和跟不跟他复合是两回事儿。至少有一点我认为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是不好意思。我既然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我怎么好意思那么快的就找他复合呢？我何德何能，我有什么资格？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浪子回头，真的是觉得这个女生对我好，我应该心疼她，应该尊重她。如果我真的是为了弥补之前犯下的错，我应该好好的呵护她，更不应该让她为了我和家人闹翻。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都尊重她的感受，因为我真的认识到我错了。但是在我看来没有，我觉得你之所以回来找她是因为她好欺负，所以我再回来继续找。这人吧，多少应该认为自己值点斤两，有点分量，自己都不认为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就不要想让别人来珍惜自己。就这样。如果你们愿意走在一起，我希望你们真的跟过去和以前告别，自重起来。如果你们真的分开，请你们珍惜下一个你们遇到的有缘人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你以前总说我幼稚，我不成熟，我现在也在慢慢努力的，把自己一些缺点全部改变，然后对你好，管你管得严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我也知道我现在给不了你那种安全感，但是我会慢慢改变我自己。我希望你能配合我，把你上班时间能调整一下。如果你不想调整的话，那我去适应你的上班时间。就之前做的确实有点让我生气，我考虑一下吧。好，时间到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，请关门。
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自己反思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吧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。如果你们自己认为是真的相爱，就好好珍惜，翻过过去的荒唐，迎来对自己和生活的责任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。各位请见证。以前是对不起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赶紧回去吧，别再乱来了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主持人。谢谢老师，再见。